对我来说，所谓难忘的回忆，不过是和你一起走过的每一步。等了很久吗？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准备的吗？嗯，很漂亮。要不止这些，你肯定费了不少心血。是因为想给我一个惊喜，所以才一个人准备的吗？不过，其实我更希望……什么声音？不是，是自动洒水器而已。洒水时间应该也不会很长，而且今天天气很暖和。既然都已经湿了，啊，哎，那边两个学生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午休时间，你们在这儿做什么？不好意思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还好吗？
没关系，比起只是单方面接受，我更想做那个和你一起经历一切的人。只是你花费的那么多时间和心思，我们都没来得及好好看看。忘记。你是怕我忘记在这里的事情，还是你？叫你来是老师想和你好好谈谈。之前学校再三强调过，废弃教学楼年久失修，闲人止步。那个交换生就算了，你怎么也跟着一起明知故犯呢？唉，本来交友是你的自由，老师我不该多加干预，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明白，和谁来往，和谁保持距离，才是对自己最有帮助的。你这孩子，我就知道你一直都很有主见。来不来往还是其次，那个废弃教学楼，你们真的不要再去了。学校已经决定要将那边拆除了。以前你们在那边频繁出入，学校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本来这个拆除计划早就该开始了，只是之前因为学校的教育方针有所调整，才耽误了1年而已。老师找你没什么事情吧？莫伊同学，你还是配合一下吧。要拆除废弃教学楼是板上钉钉的计划，这也是为了同学和老师们的安全着想。老师，拆除废弃教学楼是学校的安排，我会服从。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我准备并布置的，要我现在直接扔掉，未免有点不近人情了吧？我想这样的行为，与现在学校的办学方针也是相悖的。但不拆是不可能的。好吧，那就给你们3天时间，将这里的东西全部搬干净。3天之后，不管有什么理由，我都会带人来将这里清空。
太好。虽然之前就听到了风声，但我以为还早，还以为至少会在我离开之后再开始拆除的。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就是你在这里为学校的事情而苦恼。没想到有一天，这个角色还会反过来。毕竟你帮了我很多，我只是回报一二。那几盆花，你花费的心血不比我少。还有这扇窗，冬天的时候它会漏风，也是你帮我封的窗。先等等。这里有些闷，我想去一个地方，你可以陪我一起去吗？其实我也是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发现这里的。好了，到这里就没法再走了。这里很安静吧？在没遇见你之前，我有时候也会喜欢来这里，因为这里很安静，是个非常适合思考的地方。遇到你之后，我也来过一次，但那时候突然发现，这里实在太安静了。当时我看了看时间，你快要下课，估计会来找我，我就回去了。午休的时候你说过，想要在我离开之前，给我多创造一些难忘的回忆。所以我也想要和你多分享一些过往，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事。而且我想让你明白，我们的确在医务室发生过很多事。我和你一样，很看重也很珍惜这一切。但他们绝对不会因为医务室被拆除而消失。只要我们还在，故事就会一直延续。对我来说，所谓难忘的回忆，不过是和你一起走过的每一步。可是我们都不知道，这条路究竟会通向哪里。
你大概不知道吧？比喻是一种危险的东西，人是不能和比喻闹着玩的。要不要去看日落？海边怎么样？我知道。我知道。我知道。去海边很久没关系，赶不上日落没关系，到了那边已经天黑了也没关系。我们可以只是吹吹海风，散散心，随便聊聊天。你说，我们的终点会是什么？不，不，当然你这么说也没错。看，你有没有听说过蓝调时刻？对，摄影师将一天中日出之前和日落之后的某个特定时刻称作蓝调时刻，也就是此时此刻。只不过，蓝调时刻的时间并不长，很快就要结束了。天要黑了，我们也快到了。
最难忘的，我想想，那或许是第一次和你相遇的时候。阳光真刺眼。有人来了。原来是他。是。其实，在你认识我之前，我就已经听说过你，而见过你之后，就很想认识你。当然，我也没想到，之后会和你一起经历这么多事。那，你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？秘密，明天你就知道了。主任好。怎么又是你们？如果是说废弃医务室的事情，我劝你们还是别白费口舌了。这件事情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做主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只是希望您能将我的想法传达一下。你的想法？我想要与学校合作。废弃教学楼既然要拆除，也一定需要重建。但是既然拖了这么久都没有进展，想必学校一定是遇到了一些掣肘吧。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其他的，我都可以帮忙。你莫弈同学，我知道你家有这个实力，但这不是一件小事，而你还是个学生。打扰一下。少爷，您提过的捐款合同已经拟好了，是要给这位老师吗？主任，您可以好好看一看。我相信我提供的这些资源，学校一定不会拒绝。这……你的条件是什么？很简单，只有2条，都很容易满足。第一是，重建之后的校舍，要能为全校学生提供更多的活动场地，比如社团教室、图书室等等。其次，我希望废弃医务室的改建权能交给我，在不影响整个改建工作的情况下，怎么改造废弃医务室，改造成什么样的房间，由我来决定。我了解了，
哈斯普兰家族的实力毋庸置疑，我会将这些诉求全部转达，到时候会由校长亲自给你答复。这个就不用了，毕竟我还只是一个学生。不管是商业谈判还是商榷合作细节，都并不是我所擅长的。接下来的事情，我已经全权交由我的管家奥吉尔来负责了。之后，就由他来对接和落实各项事宜。那你们慢慢谈，我们这些学生就不打扰你们大人了。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多问题想问。别着急，我们先去医务室，然后我一个个回答你。时间过得真快，我还记得它们第一次开花的时候，你惊喜的表情，就像是在说，原来它们真的可以开花。抱歉，我不应该瞒着我的身份的。和你相处总是特别轻松，因为那些认识我的人总是将我的家族放在我的前面。我也不在乎他们究竟怎么看我，无所谓他们对我的态度和想法，但我在乎你，所以在你面前，我只想做我自己。我和你提过的，我的父亲，也就是哈斯普兰家族现在的家主，他曾经在这所学校交换过。父亲对魏明市的印象很好，对这里更是怀有很深的感情。他原本就有想要给学校捐款的打算，让我过来，也是想让我实地考察看看钱投在哪里最为合适。至于奥吉尔，他的确是我的管家。捐款的相关事宜，我父亲也早就嘱咐了他。没错，我只是狐假虎威了一次，因为我原本觉得只要我们还在，这个地方存不存在都没关系。可当我们在公交车上提到蓝调时刻的时候，你的表情是那么遗憾。我不想让这里也变成蓝调时刻，不想你留不住的东西又多一样。我想为我们留住一点什么，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。只不过，蓝调时刻的时间并不长，很快就要结束了。在这里高中毕业之后，我想要去更多的地方看一看，
因为有一个人告诉我，就算分开的结局已经注定，一起经历的故事也不会失去它的价值。正是因为短暂，才更显得珍贵。但在我短暂离开的这段时间里，他怕我忘了他，自己一个人辛苦为我准备了很多。只是他好像从没想过，我也会有一样的想法。我也怕他会忘了我。所以我要留住这里，哪怕要不择手段，然后让他帮我一个忙。在我短暂离开的这段时间，请为我保管好这里，连同我与他所有的过往。意思是，别忘记我。那个，你来一下。啊，正好遇到你了。这个呢，是学校给莫毅写的推荐信，应该会对他申请学校有帮助。我去找还不一定找得到他在哪儿，你跟他不是很熟吗？你去给他送过去。怎么了？主任之前说会给我写一封推荐信，不过他似乎搞错了，收件人怎么写的是我，应该直接写那个大学。那这是你给我写的信。我刚刚过来的时候，在桌上找到的。看到上面写着我的名字，又是学校的信封，还以为是老师送过来的，所以才……是因为不知道怎么下笔吗？那你现在不必苦恼这件事了，你可以慢慢写。等下一次我们再见面的时候，再给我看。其实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主任，这封推荐信我已经不需要了。就在不久前，我已经收到了 offer， 他们要求我提前入学。本来我还在犹豫，但我现在想答应了。是的，你不想知道为什么我突然确定了想法吗？
因为早点去，就能早点回来。我不想说等我回来这样的话。我知道等待是一件非常煎熬的事情，所以让我来做这个煎熬的人吧。你只需要放心成长，大胆选择你想要走的路。不管那条路通向哪里，我都会在不远的前方一直等你，陪你走到终点，甚至更远。高中3年如弹指一挥，忘不了的却有太多太多，忘不了老师的谆谆教诲，忘不了同学。你是在找一只会说话的兔子吗？故事的开头不就说了吗？那只兔子会迟到，但它总会出现的，因为还有很多冒险它要带你去。要不要再和我去海边看一次日落？这一次我开了自己的车，应该可以赶得上。要想好，我的车可没有站点停靠，也就没有下车的机会。看你拿来的这些，感觉今天是个大工程。放心，不管到多晚，我都会陪着你。任务圆满完成，还想继续吗？你决定就行。看来你今天的状态很好，那就继续加油吧。
我就知道只要你想做的，一定能做到。接下来想去做什么？我陪你一起。